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真正控制你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你心里对这件事赋予的那个定义。一个人说我总是倒霉，他说久了，他就真的开始相信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，从他的意志到他的内在细胞，每一个细胞他都开始相信了。然后他就每一次机会的出现，他第一反应他不是会接住，而是怀疑。每一次好事的接近，他第一反应就是害怕，因为在他的心里，好事这个符号已经被他改写成了威胁。他不是看见世界之后才痛苦，他是先在内心创造了一个痛苦的符号，然后再用这个符号去解释这个世界。这就是很多人命运的秘密。你以为你活在现实里，其实很多时候你活在自己相信的符号里。你相信什么，你自己就会不断的寻找什么；你恐惧什么，你自己就会不断的放大什么。你反复的告诉自己，我不行，我不配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那个命。这些话不是普通的话，它会变成一种指令，深入你的潜意识，变成你的反应，化作你的选择，最后形成你的命运。所以你要非常小心，你每天让什么东西进入你的心，你要非常的小心。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不是信息太少，而是信息太多。广告在告诉你这个好，那个才重要，而这个你必须拥有。短视频在告诉你别人都比你成功，别人都比你幸福，别人都比你活得精彩。身边的人也在告诉你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必须那样，你不能失败，你不能丢脸。那包括我这个视频，这些身影每天都在给你种符号。你以为你只是随便一看，其实他们正在塑造你对世界的感觉。他们在告诉你什么值得追逐，什么会让你焦虑，什么应该恐惧，什么引起自卑。如果你没有觉察，你就会被外在的声音牵着走，而别人说什么好，你就觉得什么好；别人说什么可怕，你就觉得什么可怕；别人说你不行，你就真的开始怀疑自己不行。慢慢的，你不再是你自己，你变成了无数外界声音拼起来的一个人。你真正的觉醒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你要把注意力收回来，你要问自己，这个念头真的是我的吗？这个恐惧真的是我的吗？这个羞耻真的是我的吗？这个标准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还是别人塞给我的？你要知道，人的精神力量一旦集中在某个地方，它就会产生作用。如果你把力量集中在失败上，失败就会变得越来越真实。如果你把力量集中在匮乏上，匮乏就会变得越来越真实。如果你每天都在批判自己、否定自己、折磨自己，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低。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最容易被外界牵引，一点点否定就能把他打碎，一点点诱惑就能把他带走，一点点恐惧就能让他缩回去。所以不要总是折磨自己，不要总是反思到最后把自己反思成一个罪人。反思是为了看清，不是为了审判自己。很多人一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就是骂自己，我怎么这么办？我怎么又搞砸了？我是不是没有希望了？你看，外面的人还没有攻击你，你自己已经先攻击自己了。这就是最深的内耗。你要学会给自己松绑，你可以犯错，你可以慢一点，你可以今天状态不好，你可以暂时没有答案，这都不代表你完了。人生不是一条单一的路，成绩好有成绩好的路，成绩不好也有成绩不好的路，被人认可有被人认可的路，暂时没人理解也有没人理解的路。真正重要的不是外界怎么定义你，而是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呼吸的世界。你要开始创造好的符号，比如我失败了改成我离成功更近了，把我不行改成我完全没问题，把没人爱我改成我爱我自己，把我完蛋了改成
所谓的失败也是一种成功，越失败，成功会来得越大。这些都不是自欺欺人，这都是在重新设置你内心的方向。因为你给你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一颗种子，它会落在你的心田里，然后生根发芽，长成你未来看世界的方式。所以不要轻易的吞下别人的催眠，不要为了便宜让一堆低频信息进入你的内心，不要为了合群接受一套根本不属于你的标准，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把自己逼进一个越来越窄的牢笼。你要警觉，什么东西让你越来越焦虑，你就离它远远的离开它；什么东西让你越来越自卑，你就少看，你要远远的屏蔽掉它；什么东西让你越来越不像自己，那么你立马停止，立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。你的生命需要你亲自来守护，你要把那些让你自由的符号放进你的心里。自由、丰盛、清醒、舒服、安全、喜悦。你要相信你可以越来越轻松，你可以越来越有力量，你可以从旧的暗示里走出来，你可以不再被别人定义，你可以不再把自己交给外在的声音。当你开始改变内心的符号，你的世界也开始改变了。你终于不再用旧的恐惧去解释新的人生。从今天开始，少一点自我批判，多一点自我祝福，少一点盲目接受，多一点清醒选择，少一点把自己推向黑暗，多一点把自己带回光明。你相信什么，你就会走向什么；你锚定什么，你就会成为靠近什么的人。所以，请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符号，不再折磨自己，一个把你带向自由、喜悦、丰盛的符号，然后把精神力量集中在那里，不要回头，慢慢的走，你的世界就会开始听见你的指令。